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采薇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的影片想跟大家开箱一款快乐鸡，它就是 PS5。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到，在今天，也就是2020年10月28号，我能够拿到 PS5，因为澳洲开始预定的时间是早上凌晨4点，而我开始预定的时间是早上10点钟。第一批和第二批呢，已经全被预定空空了。我是在第3批的时候预定到的，预定到达的时间呢，应该是明年的年初。为了给大家带来非常快的开箱视频呢，我又在另外一家游戏机订了 PS5，所以到货的时间应该是12月8号。可是我预定的第一家游戏机店，竟然在今天给我打了电话，让我去拿这个游戏机，因为提前了。于是呢，我就快马加鞭的去了游戏机店，赶紧把这个游戏机拿回了家里。可是呢，在12月8号，我又有另外一个 PS5会倒过来，我可能就会有2台 PS5了，也就是双倍的快乐。翻身农奴把歌唱，我将会拥有2台 PS5。好的，话不多说，咱们就把这台 PS5给开箱吧。这个盒子的大小呢，其实是跟 PS4 Pro 的盒子的大小差不多的，但是它的重量呢是称不上的。盒子的开口呢是在背面，在这个接口处呢它是没有空调的，我们把它打开了。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是一个小的盒子，我们把这个小的盒子拿开，看一下里面有些什么。谢谢你的给托 PS5 的说明书，电源线。哇，这不会是那个手柄吧？好的，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这个手柄啊。有一种握住科技的感觉。我这里正好有一个 PS4 的手柄，咱们进行一下对比。首先从重量上来说呢，这个 PS5 的这个手柄明显是长了不少。然后呢，对比一下大小，很直观的就可以发现了这个手握的地方呢 ，PS5 的手柄是长出了这么一截。然后再看一下设计方面 ，PS4 的这个手柄的这个键位呢，它是有颜色方面的这样一个设计，而在 PS5 的手柄上呢，它是把这个颜色已经取消掉了，是用这种水晶的质感，看上去还是蛮漂亮的。而且我们单看一下这个触摸板啊，这个触摸板呢 ，PS5 的和 PS4 的比起来 ，PS5 的这个手柄的触摸板就更大了一些。所以说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的呢，就是这个手柄的重量，还有外观上的一些介绍。关于具体的使用的感受，还有测评呢，我会在接下来的视频给大家进一步的分析。打开这里呢，也是有个小层的，这里呢是 HDMI 的线，还有一个是 PS5 的底座。好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盒子里呢，差不多就这些件啊，手柄、电源线，还有配件。好的，我们终于到了我们的重头戏，也就是我们的主机。哦，好沉啊！这根本就拔不出来呀！2000 years later。好不容易终于把这个新一代的主机从盒子里给拔出来了，我们要有仪式感。把它缓缓的，哦，再把它缓缓的，哦，哇，真的好漂亮，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摸起来了。好的，我们终于把这个新一代的主机立在了桌面上。我们从正面开始说起了。这个正面呢，这边是放光盘的地方，然后是 USB 的接口，还有 Type-C 的接口。另外呢是有2个这个按键，一个是退光盘的按键，还有就是开关机的按键。这个键位呢，可以听到这个按键的声音。这个还原了传统型的设计呢，我觉得就应该是防止在 PS4 上有的时候会误按这个键，导致了退盘或者是开关机的这个问题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背面。背面呢是有2个 USB 的接口，一个视频的 HDMI 接口，还有个网线的接口，还有个电源的接口。我们整体看一下这个设计是流线型的设计，它在这个桌子上放起来是非常的稳的。我们来横着放一下，
可以看到这个横着放的时候是不稳的，这就说明我们需要刚才那个底座了。我已经把这个底座给装好了，在 PS5 的这个最底部呢是有这样一个小圆钮的，如果把这个小圆钮拧掉的话，再加持一把螺丝刀就可以把这个底座给安装上去了。可以看到这个 PS5 它加在这个底座上是非常的稳固的。我推荐大家呢还是把 PS5 立起来放置，好吧？那我马上就要开始给我的这个 PS5 来下载游戏了。关于具体 PS5 的使用感受呢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说。我是采薇，下个视频见。